如今的修武界比之以往确实较为动荡，日后的局面难以确定。若是诸位前辈能够联手，确实是一件好事。楚风很赞同这种抉择，见楚风同意，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们现在非常在意楚风的看法，若是楚风不支持，他们还真不太好办。好，既然楚风都决定了，那事情就定下了。现在为我们的联盟起个名字吧。诸位觉得叫什么好呢？龙沐橙看向众人，各方人马纷纷看向各自的首领，而如图腾龙族族长又或龙一道长等人则是若有所思，都在认真思考。我倒是有一个建议，咱们之间其实不够了解，能够这么快建立信任，都因为一个人，便是楚风。说白了，咱们信的是楚风。我提议我们这个联盟就叫楚氏同盟。龙沐橙此话一出，楚风脸色瞬间大变。虽知道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确实是因为自己，可这样一个同盟却以自己姓氏命名，实在不妥。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，他都承担不起这个名字。然而楚风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图腾龙族的族长以及众位长老，还有龙蜥一族以及图腾九道等人，竟都纷纷表态赞同，反响极其热烈，似是众望所归。诸位前辈，万万不可，这名字不妥。楚风还是表示反对。有何不妥？我觉得很妥。诸位，你们觉得呢？龙沐橙看向众人，赞同，支持，就这个了。在场大多数人的都表示赞同，尤其是图腾龙族族长以及龙一龙二这种最有身份和势力的人，态度最为热烈。少数服从多数，就这么定了。龙沐橙笑眯眯的道，看向楚风的时候甚至还有着几分得意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还是觉得有些不妥。可就在此时，淡淡的声音于楚风耳边响起，楚风，我觉得这名字没问题，本来就是因为你才走到一起的吗？没有你，他们也不可能相互信任，这个联盟就不会存在，甚至日后他们之间出现矛盾，你就是这个能让他们不四分五裂的支点，你的作用本身就是重中之重。况且他们都这个年纪了，日后的成就注定有限，迟早有一日都会如那龙九一般被你超越，然后远远的甩在身后，差距越来越大。那个时候，这楚氏同盟这个名字将会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最大的护身符。他们也不傻，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关系，尤其那个龙沐橙就属他最精。我倒是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已经商量过后才定下的名字，当然其中自然有情分在。他们知道你现在处境不好，也是想为你撑腰的，但也定然是有将他们的未来押宝在你身上的决心，你也就别不好意思了。现在你是不如他们，但超越他们是迟早的事情。你若是拒绝的不是这个名字，而是关闭了他们押宝于你的机会。淡淡这番话让楚风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。其实道理楚风自己也懂，只是总感觉不好意思，因为楚风对朋友好其实是不图回报的。于是楚风又看了一眼众人，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喜笑颜开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楚风也不想扫兴了，可楚风还是开口，诸位前辈，那你们接下来是如何打算的？既然决定抱团取暖了，我们准备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图腾天河，然后对外宣布我们联盟之事。这样除非是真的有把握对付我们，否则恐怕七界圣府也不敢与我们为敌。龙沐橙说道，其实我倒是建议这件事先不要公布。楚风说道，为何呀？龙沐橙以及在场众人皆是神色变化。楚风小友，你莫要有所顾虑，我们此举虽是有为你撑腰的打算，但其实更多的也是为我们自己考虑。图腾龙族族长更是直接劝导，可楚风却摇了摇头，前辈，我是觉得在这种动荡的时期，有些底牌不要亮出来比较好。公布联盟之事，便等于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但若不公布，而是保密，那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也在暗。倘若真的发生什么，应对起来的方法也会多一些。楚风说出了自己的考虑，而闻言，众人先是一愣，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觉得楚风是不想他们为自己树敌太多。可是楚风此话一出，他们认真想来，倒也觉得非常有道理。龙蜥族长怎么看？图腾龙族族长看向龙沐橙，图腾族长，我不是龙蜥一族族长，只是暂时代表龙蜥一族而已。龙沐橙笑着纠正道，一族首领就是族长，你现在的实力绝对担任得起龙蜥一族族长之位，反正别人我就称你为龙蜥族长了。图腾龙族族长说道。对此龙沐橙也没再过多解释，如今龙蜥一族确实没有族长，但他是龙蜥一族当下首领这件事，龙蜥一族是认可的。其实龙蜥一族内部也想让他做族长，只是他自己不愿意而已。我觉得楚风的想法可行，先不公布于我们而言确实更有利。龙沐橙道，确实。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。对了，楚风。龙沐橙凑到楚风近前，小声说道，欧阳空羽也在，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也加入我们？若是我们的同盟有一位天龙界灵师，那可就真是不得了了。说话间，他还指向了一座分店。嘎吱，他话音刚落，那分店大门便打开了。楚风小友，你来一下。欧阳空羽的声音自分店内传来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进入分店内，欧阳空羽就站在门前。楚风进来后，
便顺手关上了店门。这个同盟，老夫没办法加入，还望楚风小有理解。欧阳空语道：前辈，千万别这样说，这本来就是您的自由。何况前辈此次来助晚辈，晚辈已经欠了前辈一个极大的恩情。楚风说道：我这次来，其实本来是想替我那弟子还人情债的，只是没想到根本没帮上忙，这个债还要云清自己来还了。欧阳空语说出了他来帮助楚风的原因，自然是知晓了楚风与白云清之间的事情。我与白兄乃是兄弟，没有人情债这种说法。楚风说道：我懂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你觉得没有，但他觉得有。不过你越是这样重情义，老夫便也越是放心了。云清有你这样的兄弟是他的荣幸，因为你这小鬼真的很不得了。欧阳空语说话间走到楚风近前，拍了拍楚风的肩膀，且很是欣慰，甚至有些许自豪的道：我相信你母亲若看到你，也定然会十分自豪。前辈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说？楚风察觉到欧阳空语的情绪有些不对，似是有什么想说，却又不太想说的感觉。欧阳空语笑着摇了摇头，旋即道：楚风小友，就此告别了。话罢，欧阳空语便向外走去，而楚风以及众人自然送别。只是看着欧阳空语消失的方向，楚风却是若有所思。尽管欧阳空语否定，可楚风还是觉得欧阳空语似是有话想说，但又决定不说。楚风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映入楚风耳帘，是花花的暗中传音：我师尊也来了，他在外面等你呢，是关于你母亲的预言。欧阳空语怎么说的？欧阳空语走后，龙沐橙才看向楚风。楚风摇了摇头，虽未说话，但却已然给出答案。这个回答让不少人有些失落。图腾龙族、龙蜥一族，再加上图腾九道，这换作以往将是极其强悍的阵容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自从远古种族中那黄甫天族第一位天神境强者出现后，当代也有各方强者陆续突破到天神或天龙。至于远古种族究竟有多少这种境界的存在，还是未知数。因此现在一个强大的势力，若是没有天神或天龙撑场面，那便只是徒有虚表罢了。欧阳前辈的性格，不愿加入我们也是正常。不瞒诸位，来此之前我便曾向天神境发起过冲击，虽然失败，但却累积到了一定的经验。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，天神境我迟早能够踏入，并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远。图腾龙族族长此话一出，龙蜥一族众强者以及图腾九道皆是目露喜色。如今他们已经是同盟，这个消息自然是极好的。实际上图腾龙族族长之所以当众宣布这件事，就是想给大家增添一些信心。如今大家刚好都在这里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倒是可以先不公布联盟之事，但是我觉得那七界圣府实在欺人太甚。如今界天染他们都在神之时代内，七界圣府的实力也大不如前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去七界圣府走上一趟如何？龙沐橙话音刚落，图腾九道便纷纷表态，我同意。紧接着龙蜥一族的许多高层，包括图腾龙族的许多高层也都表示赞同。他们此次前来帮助楚风，本来就是抱着会有一场大战的决心来的，虽然最终是和平收场，可他们也意识到觉醒圣境他们实际上没有真的帮到楚风，而七界圣府对楚风意味着什么他们也都懂。外界传闻界染青就被困在七界圣府的禁地之中，若是真的能够将界染青救出来，那对楚风才是最大的帮助。我不赞同。然而图腾龙族族长的话却是让正要沸腾的场面顿时凝固了。向来支持楚风的图腾龙族族长竟然反对。我有可靠消息，七界圣府内就有可以抹杀天神的力量，就算界天染不在，我们贸然攻打七界圣府也是自寻死路。图腾龙族族长说出了自己的原因，但却也是面带歉意。他其实很想支持楚风，只是身为一族族长，他也要为自己族人负责，若是有机会，他还愿意试一试。但明知道没有机会的情况下，他自然不会让族人前去送死。诸位前辈的好意，晚辈清楚，但关于我母亲的事情，我还想自己处理。楚风也是开口，关于七界圣府的力量，之前图腾龙族族长就与他说过，楚风也觉得此消息可靠，七界圣府确实不好对付，这也是为何楚风始终没有过去七界圣府认真搜索的原因。楚风小友，若不是你，我们兄弟的命早都没了，只要你想去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你一句话，我们兄弟几个都随你去。龙一道长开口，其他几位道长也是坚定的点头。若是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楚风也不会抹不开面子，定然会联系诸位前辈，只是现在确实还不是时候。楚风这话不仅是对图腾九道说的，也是对在场所有人说的。本来决定去，就是因为想帮楚风，既然楚风都决定不去，那众人自然也就不再坚持。之后经过商议，图腾龙族族长准备率领众人回到图腾天河，而龙蜥一族也是派出诸多强者跟随，图腾九道以及夏星辰也是同去。既已联盟，他们也需要做好布局。至于楚风，则是被龙沐橙留下了，因为龙沐橙说有事情找楚风帮忙，而花花则是因为其师尊原因，暂时还无法跟随大部队行动。
不过花花倒是带着楚风找到了摘星道长。眼下一方空间世界之中，只有楚风与摘星道长2个人。摘星道长眼中有着些许担忧的看着楚风，因为刚刚他已经将自己的预测结果告诉了楚风。这个预测结果是楚风母亲的状态并不太好，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。不过令他意外的是，楚风的表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的情绪波动，远比他预料的冷静得多。多谢前辈，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你是不太相信预言之术是吗？摘星道长问道。并没有，楚风摇了摇头。可摘星道长则是觉得楚风就是不相信，所以才会这般平静，于是继续道，其实此次预言严格来说不算是预言，而是一种特殊的观察。老夫之前曾留过你母亲的一根发丝，那根发丝还被你母亲注入了生命特征。原本那根发丝是能够观察到你母亲的生命特征的，只是在传闻你母亲被关押起来的一段时间后，那根发丝便被切断了与你母亲的联系。可就算发丝内的阵法失效，也终究是你母亲的发丝。此次预言就是用你那根发丝为基础，所以结果应该是正确的。摘星道长说话间取出一个木盒，木盒打开，里面盘着一根较长的发丝，只是那根发丝雪白无比，不像是年轻人的。原本不是这般，是预言耗尽了发丝内的力量，所以才变成了白色。怕楚风误会，摘星道长解释道。可以送我吗？楚风问。当然，原本就是打算给你的。摘星道长道。楚风顺势接过，小心翼翼地收起，旋即道，我母亲状态不好，确实不是好消息，可至少她还活着，这于我而言便是一个好消息。楚风说出了自己平静的原因。虽说一直相信自己母亲的实力，可楚风也不是没有做过最坏的准备。无论这预言是否可靠，可对楚风来说，这真的不算坏消息。见楚风这样说，摘星道长才放心的松了一口气。你能这样想便是最好，因为我与你想的是一样的。虽然从表面来看，因你母亲身体虚弱，这个预言结果不是很好，可你母亲只要还在世上，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好消息。这也是我为何清楚这个预言结果不太好，但还是要将这个预言告诉你的原因。简单的交谈后，摘星道长便与楚风告别，随后带着花花离开了。而楚风则是找到了龙木城。龙木城也是说出了他们龙蜥一族虽被困，但完成任务后，所有族人都获得了好处。他得到的好处最多，有机会突破到一品天神境。而他知道一个秘地，那个地方非常适合闭关修炼，只是那个地方有些特别，所以想楚风帮忙陪他一同去。可以。得知缘由，楚风爽快应下，